正当这个市场上越来越多的 EV 的 MPV 车推出在马来西亚市场，但是还有一个品牌呢正在坚持用着柴油的 Kia Carnival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 Eder， 爱的人不是一个车评，只是 POV。欢迎回到我的乱拍新车介绍系列啦。今天呢 ，Kia 在马来西亚发布了一个小改款的 Kia Carnival 2.2 柴油，这次只有2个规格，一个是 7 seater， 一个是11 seater，11个座位的价钱188,888，7个座位的价钱248,888。应该会有人好奇，为什么11个座位会便宜一个大概6万块左右呢？那是因为11个座位可以拿到政府的这个商务用的这个津贴，就好像为什么 Hilux 啊那些会比较便宜，而 Fortuner 价钱会贵这么多的道理是一样的。如果你今天是想要载客的，想要商务用的话，11个座位就很划算啦。但是如果想要豪华7人座的话，你就必须得花一个250千左右买回这个 Kia Carnival 的第一款的 Kia Carnival， 我们称为叫 Nazaria 啦哈。第2代的 Kia Carnival， 然后到上一款的，再到最新的，总共有4款哦。今天你正式想要买一个 MPV 的7人座或者11人座的车，不想要买同级的2.5公升，觉得好像动力不足，2.5公升的一桶油最多也是给你走到500-600 km 左右而已。如果今天你买电动车，你充满电一次可以行驶一个450-500公里左右，你会觉得有续航焦虑哦。那这样 Kia Carnival 正是你的适合的选择了，因为它2.2公升的柴油呢，一桶油可以走至少900 km 以上，那它也不会让你有续航焦虑。SUC 打油只需要5分钟。那我相信这辆车如果打满一桶油，顺的开，想要破1000公里没有问题的。你可能觉得柴油会贵，柴油有分 Euro 5的 B7 还有 B10。B10 的价格大概2块8毛4， B7 呢是3块04毛，3块多1公升，我觉得也没有太大的问题啦，因为毕竟这辆车你打满可以走比我们油车更远嘛，换到了还是划算的。11个座位在左边，右边这个是7人座座位。坦白说外形是真的很难分辨出来，除非看轮圈啦，18寸轮圈还有19寸的轮圈，就来分别它是11座还是7人座啦。7人座的这个19寸呢，我觉得蛮漂亮一下的哦，很特别，因为我们看过很多电动车的那种设计啊，然后这个比较四四方方，轮胎尺寸为235/55R19，前后都是一样尺寸的，用这 Goodyear Assurance 的 SUV 轮胎。这辆车车重大概2吨左右啦，前面肯定是用双活塞的刹车卡钳，后面有一个刹车碟，而且盘也蛮大一下，因为符合这辆车重量。对于我之前驾驶过来讲呢，这辆车的这个刹车是可以够用，可是它比较带舒适的那种调教啦。这个前脸呢换上了全新 Kia 的家族设计啊，这个灯哦就一个 L 型这样的，连车尾也是个 L 型的。那对我而言呢，这个小改款长得好看，但是前一款也不输。Projector Headlamp 呢，你看到吗？4粒哦，所以它的排列都很整齐很好看。对于我这种比较有一点强迫症的来讲呢，这种排列非常的 good job 吧。还有它护灯也是很特别的，左右侧都有2条 LED 灯。那这颗引擎是一个2.2公升的涡轮增压柴油的引擎，它可以爆发出200 PS， 还有440个牛顿米的扭力，在1750转的时候会爆发出来。对于一个2吨左右车的重量哦，真的是不费劲啊！你想要载11个人、7个人上云顶，轻轻松松都不是问题，而且不用太高转。这里后有电磁阀，有电动尾门。不管是7人座或者11人座啊，它后面的椅子啊，最后一排都可以收在下面的，它可以形成那个躺平的状态。前面这2张座椅，如果你想要拆除也是没有问题的。你拆除了之后呢，你当它一个2人座的车，然后拿去搬家都没有问题啊。后面这里也是有喇叭，然后上面有冷气出风口在顶上，就像今天在巴士上面有没有直接吹下来会比较方便啊。所以每一个人都有独自的冷气出风口，你就不会为了冷气而打架了哈。有置杯夹，这边还有一个12V电瓦，然后还有挂钩。你要买一个7人座的车，或者11个人座的车，它空间不输啊，只是说如果你要比起 Alpha 或者是 Alpha 1呢，就可能它车身高度就没有 Alpha 这么高哈，可能稍微就是低一点，但是带来的驾驶感受肯定是比 Alpha 来的爽的。前面麦花臣，后面多连杆，7人座就2张，中间就可以通过的哈。如果是11个人座座位呢，中间的座椅是可以拿上来或者是收起来，成为一个手扶这样子。关门呢，除了可以拉这边的小拉杆，或者是这边按一下，嘣，门就关了啦。啊，这边还可以调冷气，后座的，还有出风口在上面，还有这里有2个灯，
虽然它视野角度很好，但是我个人觉得如果座椅再低一点点，会没有这么奇怪的感觉啦。对我们中间的乘客来讲，后面有2个置杯夹，还有可以放手机，还有一个12伏电瓦。这边有座椅通风啊，还有座椅加热，还可以开窗啊。这边还有一个手动的遮阳帘。OK， 配置相当不错，很细心。它有7个 Type C 的接口，所以让每一位乘客都不用抢那个充电接口了啦。哇，一键按了之后呢，我就躺下来了。Damn， 是不是很舒服嘞？再按另外一个，我要回去也是可以的哦。个人认为这辆车所有的配置都很适合我，又是柴油又有豪华的内饰啦，配置也相当不错。可是对我而言，我个人就真的很想念那个叫 Pilot Seat。可是 Pilot Seat 不是每个人喜欢的，因为如果你真的想要放婴儿座椅啊，它是真的很超级不方便的。那如果你的体型大的话呢，也是不方便的。但是坐起来就很像老板哦，还有那个 Mickey Mouse 的头枕这样啊，这个也不输啦。可是发泡棉比较偏硬一点点哦，如果再软一点，我觉得会更加舒服。可是这一次的内饰呢，它是一个全黑，也不是这样黑到完，它是好像有一点带深灰色这样子的。那我们去看一下前面。上下车的高度非常的不错，它也没有很高，上下车肯定是很方便的。打开门之后呢，它的座椅会往后退，然后这辆有2组的记忆座位啊。这次呢内饰呢，我就觉得它加了气氛灯的，这个门把这边会有一点点小小的颗粒状，也是灯来的。这些按键啊，还有 Power Door Off 啦，然后可以打开车尾箱啦，2边的门开啦，全部放在这边。但是我觉得应该把它放在上面，我会觉得比较顺手，我直接这里按像 Velfire 这样。可是呀，这个也没有对与错，这纯粹是个人喜好啦，就没有前景天窗啦。这里按钮 A 按一下，不错。这辆车隔音还可以哦，外面的音乐都听不到了哈。那这一次的 Carnival 呢，就加了一个 HUD 的抬头显示器，而且它的内饰呢跟11个座位的是一模一样的。我记得之前那一款呢，11个座位是一个 Analog 的仪表，7人座的话就给它一个 Full Digital Screen。那这一次2者都一样，分别是在于7人座的有自动跟车系统 Stop and Go， 那11个人座位是没有的哈。所以还有你看 Lane Keep Assist 啊，自动跟车系统都有啦。那我个人就比较喜欢它的排档杆，长得不错。质感也很好，有些平标就好看不好吃了，看的时候很好看，但是转起来的话那种质感就很差，所以这辆车的质感也是很好的，那个阻尼感非常的棒。Parking 是这边，然后还有 Auto Hold 啦，这些就跟之前一样，但是这次的置杯夹呢就比之前做大了一点，可以放一个 Super Cup 座椅通风啊，还有360 Camera Parking Sensors 啊，所以这些拨杆呢也是很有情绪价值的啊，买车就是要给到你情绪价值啊。给到你了，超大的空间，无线充电，这个还可以切换是充电还是 USB 加充电的哦，而且它会换灯的哦，细节做得不错，哇，收得很美，有没有？这边有一个储物空间，还有中间这边有手扶箱也是很大的。最让我喜欢的是这个音量呢的转钮还有保持着的，而且这是有 touchscreen 的啦。Kia 也不忘了给你一个换挡拨片。这辆车配搭着8速的自动变速箱，换挡的逻辑跟速度也是相当的快的，很不错的。今天我是做了一个好爸爸嘛，但是我很运动，我很喜欢有带一点运动性的车，又想要买7人座的车。换挡拨片给到你，取机系统关闭，头灯高低调节。我个人认为它的外观是的确是很帅气的，而且很时尚。我可以讲它像 SUV 多一点，打破了那种传统的 MPV 那种四四方方的冰箱样子，开出去的回头率也是真的很适合年轻的好爸爸开的车。而且2.2公升的柴油，真是让你开了一点都不费劲，你会开心而笑的那个动力，200匹。440个牛顿米，在1700转的时候爆发出来，所以在11个人、7个人上云顶，轻轻松松没有问题。如果今天你想要买一个 MPV 7人座或者11人座车，你会选择什么车呢？在下面留言给我知道一下。那今天给你们介绍这一辆 Kia Carnival 的小改款，全新的样貌、全新的配置。这个影片就到这边了，我希望下次有机会可以拿到 Media Test Drive 再做一个详细的介绍给你们啦。我是爱的人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